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荒岛求生，不仅不用挨饿，还可以四处打野寻找美食。这次小克与女朋友小兰来到一座海洋资源极其丰富的海岛试炼生存，什么龙虾、螃蟹、石斑鱼一样都没少，而且还可以和心爱之人在迷人的海岛上过夜。试问这样的生存模式，难怪德爷看了会流泪，贝爷会心碎。今天是小克和小兰荒岛生存的第一天，两人此时的心情比远处的海浪还要浪。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当然是要先填饱肚子，补充一下昨晚所消耗的能量。两人在海滩上一边闲聊，一边寻找合适的食物。眼前这一堆寄居蟹看样子实在太小了，即便数量还不错，但吃起来不但割嘴，而且完全不够填饱肚子。不久之后，小兰在海滩边又发现了一条搁浅的小石斑，但她觉得早上吃一条未成年的鱼儿实在于心不忍，所以主动将它放生。突然浅水湾里出现一柄野生大铁锤，这可是荒岛生存的神兵利器啊！结果小兰只是捡了旁边一颗漂亮的小石子，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男女有别吗？关注点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就算一条大鱼游来也是无动于衷，而眼前这只被顶绿草原的大乌龟也只是小兰拍照晒朋友圈的工具罢了，完全忘记他们出来觅食的任务。好家伙，什么时候荒岛生存的挑战者对食物都这么视而不见呢？真是难为了隔壁的德爷贝爷他们，经常一口一个爆浆的大虫子，一口挤牛粪解解渴。然而小克小兰对这些纯天然的海鲜都毫无食欲。就在两人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棵专门为小兰生长的椰子树。刚好早上起来也没喝啥东西，那就先喝一口纯天然的液体胚乳吧。温柔贤惠的小兰拿着一把大砍刀，手起刀落就给椰子割霍了几下，并招呼小克赶紧过来趁热喝一口。随后两人决定潜入海里，看看有什么喜欢吃的海鲜。清澈的海底依然有无数的鱼群在海底惬意地畅游着。虽然两人是以猎捕的名义潜入水下，但看着眼前这些独特而美丽的海景，一时间竟然也忘记了杀戮。不过该吃咱还得吃，小克一枪灵魂射击。今天餐桌上的第一主角就是他了。就在小克拿着海鱼准备上浮的时候，一条闻讯而来的鲨鱼出现在海底，小克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拼命地往岸边游去。虽然这只是一条小鲨鱼，但其在海里的杀伤力依然十分惊人。好在鲨鱼并没有攻击两人，他们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岛上。小兰在沙滩边发现了一根纯天然的坐骑，看它笑得像4万的嘴巴，应该非常喜欢此物。在它巧舌如簧的软磨硬泡之下，小克最终同意把这根烂木头搬回他们的临时住所。这里便是他们临时休息的秘密基地，白天面朝大海遮阴透气，晚上仰望星空隐秘消音，的确不错。是时候开始为早点准备了。小兰一边介绍她的坐骑，一边整理营地与食物，而小克则捡柴生火，准备烹饪美食。有女人在的家果然不一样。看看小兰把他们的临时庇护所布置得美轮美奂，简单的来又别具一格，这就是生活的情调。小兰看着自己的爱人正在忙前忙后，汗流浃背。为了减轻小克的工作量，直接拿起大砍刀对准椰子霍几刀，椰子很快就被他给掰成了2半。看来小兰不但外表好看，心想老娘绝对不做花瓶。紧接着找来一张芭蕉叶将其撕开，并在火堆上面烘烤了10几秒钟，用以消毒和软化。随后把之前抓来的鱼儿切成块状，再把这些鱼肉分别装到软化好的芭蕉叶上面。而这时小克也把椰肉刮了出来，混在鱼肉里面，用以提味增鲜。最后再由心灵手巧的小兰负责把这些鱼肉全部包裹起来，就像包粽子一样，一共包了4个。小兰将它们依次放到了火堆里面烘烤，看样子就像是做叫花鸡一样。这样的做法真是与众不同，味道也应该差不了哪里去。20分钟之后，浓浓的鲜味早已飘香四溢。小兰拿起一块打开一看，一股热气腾腾的香味扑面而来，而且还带有一股清香的椰鲜味。这颜色，这味道，这卖相，简直可称得上色香味俱全。Yeah, let's get in the shade. Yeah, perfect. 两人就这样一边欣赏美丽的大海，一边吃着独特的海鲜大餐。羡慕这2个字早就不足以形容此时此刻的他们。带着漂亮的女朋友去荒岛求生试验，到底是一种怎么的生存体验？这天小兰向小克提出一个大胆的要求，要他陪自己享受被困荒岛的滋味。小克丝毫没有犹豫，爽快地答应了。换作是你会答应吗？说干就干。随即他们就拿着一把大砍刀和一把小匕首，
来到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试验一场2天1夜的野外生存。孤男寡女的荒岛求生，不用想，你也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海边到处都能看见人类的垃圾，不过这些看似垃圾的东西，对于小克他们大有用处。在小克忙里忙外寻找可用的东西之时，女朋友小兰竟然在海里享受着海水的清凉。不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小兰这样的偷奸耍滑太明显了。今晚有你好果子吃。小克继续在海边上捡垃圾，一个饮料瓶一卷鱼线，还有鱼钩跟鱼饵，一个简易的钓鱼工具就做好了。把垃圾做成生存工具，是每个荒野求生者必备的技能。能否钓上鱼饵，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这个自制的钓鱼工具明显没有什么卵用。看着海里鱼儿满满，可惜他们就是不肯咬钩，不仅白费力气，还浪费时间。既然有菜刀在身，何不做把鱼叉捕鱼来的实在？削尖木棍，立马出发。可出师不利，遇见一条海蛇拦住去路。小克为了不打扰其沐浴，选择另一片较浅的红树林水域。听说胸口毛发旺盛的男人体力一般都十分充沛。看看小克这几下连续标枪，这说法果然不虚。小克见鱼就猛丢标枪，这威力，这速度，堪称无人能敌。只可惜没啥眼力，最终一条鱼儿都没能捕获成功。想在小兰面前表现一番都没有机会。而小兰这边也开始积极起来。此时寻找干净水源是她唯一的任务。不过在这里一览无余的地方，想找到干净水源实属强人所难。高智商的小兰想到了用蒸馏法取水，利用猛烈的太阳以及沙滩上的高温，蒸馏出一小部分淡水应该不难。先在滚烫的沙滩上挖个大坑，然后把捡来的塑料桶放在中间，接着在胶桶四周铺上一堆新鲜嫩叶，再把一张捡来的塑料薄膜盖在上面。不过这张塑料薄膜新的有点假，咱们就凑合看着吧。最后用石块和泥沙将塑料薄膜四周封进岩石。有了小克的帮忙，小兰的取水装置3、2下就设置成功，现在只需等待太阳猛烈暴晒即可。这里的海洋资源着实丰富，清澈的海里不时有不同的鱼群在畅游，但即便如此，小克依然没能抓到一条小鱼充当午餐。好在小兰一点都没有看扁男朋友，即使没有食物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有狗粮晒啊。小兰提议先把火给点起来再说，毕竟运气这东西去得快，来得也快。小克利用捡来的电灯泡当做放大镜来聚焦点火，而小兰也拿起高度数的眼镜，对着干草也来的对焦点火。1个小时过去，两人还是毫无进展，以为戴着眼镜就会聪明一点，结果被现实啪啪打脸。小克到最后不得不玩起了最原始的钻木取火。在荒郊野外，体力和脑力确实缺一不可。经过小克一阵摩拳擦掌，熊熊烈火瞬间被点燃了。小兰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趁着小克外出找食物的空隙，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行得通，来了一个弄虚作假。而肌肉发达、思想单纯的小克还真的信以为真。不过这样也好，女人是用来捧在心中的，即便知道真相，我相信小克也会装傻充愣，这样挺好的。蒸馏装置经过几个小时的暴晒，塑料薄膜里面已经挂满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水珠，而流入桶里面的也有半升淡水。口渴难耐的小兰先喝为敬，尽管用这样的塑料桶来喝水还是头一次，而且淡水的味道有点难以形容，不过总比口渴难耐强得多。转眼间来到了下午，只喝了点淡水充饥的他们，强忍着饥饿来到海边捡贝壳。此时的海水明显开始退潮，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娇生惯养的小兰拿着石块敲开了一只牡蛎，饥肠辘辘的她连翔带肉放进嘴里，那酸爽的感觉差点把昨晚吃进去的西餐全吐出来了。而小克这边则捡到一块衣服满满的牡蛎石头，和抓到一只在小水潭里闭关的章鱼哥。为了防止它的逃脱，小克忍不住先来上一口将其咬死。这只肥美的章鱼哥就是他们两人今晚的海鲜大餐。不过小克觉得晚上消耗的体能不比白天少，于是他再次走进红树林里继续寻找野味。没想到红树林里面的资源少得可怜，小克只找到了几只小蛤蜊。这样没办法，聊胜于无吧，大不了晚上的活动安静点就好，反正有小兰陪着，一切都值得。小兰突然想起晚上还没有地方住，于是在沙滩上就地取材，用捡来的干树枝搭起一个简易的庇护所。看庇护所的长和宽，也仅仅够2个人睡的那种。不过这样也好，挤挤更暖和。不过看着庇护所的四柱不稳，晚上睡在里面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此时小克也管不了那么多，在庇护所前面点起篝火才是重中之重，既可以提供热量，又可以烹饪食物，一举两得。事不宜迟，立马做饭。小克将整块沾满牡蛎的石头放在火堆旁烘烤，同时在海边捡来的一个金属罐，将洗干净的章鱼和蛤蜊放进去，再放入火堆中等待即可。阵阵凉风开始吹刮着他们每一寸肌肤，两人身上只挂着几块布料，不过看着他们有说有笑的表情，似乎对晚上天气慢慢转凉毫无在意。也许这就叫有情饮水饱的道理。
此时的海鲜大餐也基本熟透，吃着美味的海鲜，欣赏着寂静的荒岛夜景，实在美哉美哉。那么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了，就让两人等待着深夜的来临吧。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关注我，让世界变得更精彩。